大人，谢谷先生赴秦淮河公干。回去吧，回去吧啊！谁让你们跟着的？回去。走。怎么？不是，走吧。行。谷兄弟啊，这个马大人，快别叫大人了，你要这么叫，到不了天黑，整个南京城就都知道我来逛秦淮河来了。这是有辱斯文，有辱官体。我呀是搞理学的，你这不是毁我吗？这不是？哎呦！哎呀，这么多家，这都是。咱们逛哪家呢？问我来过啊？我是搞理学的，那讲究个非礼勿视。那要不就这家吧？哎呦，不行，这家那姑娘老没意思啊！不行。那您说？那家，去敲门去吧。来了。哟，您这是老客新客，想怎么玩啊？桂花糕炒一炒。我对此事一窍不通，知道怎么问呢？我也不知道啊，我哪懂啊，非礼勿视。那您要这样的话，正好，我行李还没打开呢，我收拾东西，我回安徽了。哎，小 C， 你这是毁我，你知道吗？啊？我问你，真能赚上钱吗？赚不到钱，我把脑袋给你。现在几十万大军等着要响，就好像坐在火炉子上烤一样。这不是在帮我，是在帮您自己啊。行，哎，找姑娘，赶紧的，都叫出来啊！我要打茶围。这个姑娘1人2两银子，娘姨半档7分，大茶壶5分啊！哎，先给我上4干4鲜8个果盘。哎，对了，让姑娘们捡那个得意的小曲儿，先唱起来啊！快点！好嘞，来，都赶紧收拾起来啊！快点，麻溜的，来搭行家了。来了，快！怎么叫姑娘？我不懂啊。你还不懂？你开这个的吧？哎，那个有黎州的姑娘吗？哟，您这是大行家呀，不敢骗您老人家，有2个。这我要是年轻2岁呀，我都想要好好的伺候您。你滚！是，你等着啊。理学大师，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我这脑子也算是坏了，陪着你出来撒野，我这一世的清明啊，哎，你看着吧，早晚传到皇上耳朵里去。哎，来，姑娘们来了啊！2位久等了，快，赶紧招待着。爷，请喝茶。好。人家说秦淮八艳富丽堂皇，不似人间。今日一看，跟个烂泥沟似的。爷，您要是10年前来啊，那还不亮瞎你的眼？现如今呢，是真的不成。
那我问你啊，如今还能走画坊吗？画坊走是能走，就是忒旧了，还特别脏。你去收拾一下。今日既然来都来了，怎么也要游一下画坊。你别小看了这位老爷，他可是两江。哎，兄弟，咱们那点钱就别跟秦淮河这儿显富了啊！你要玩画坊就玩吧，废什么话呀你？赶紧的，准备去啊！好嘞，来，好好伺候着，秋儿快再说那么死。哎，不能喝了，绝对不行！哎呀，这不能喝了，这都是土不行星的。哎呀，你们这都领导人喝呀！哎呦，我说兄弟，你就不帮一杯吗？就这么绝情啊！我都喝了快2斤了吧？啊！你说过来玩，自己又不玩，该罚喝。哎，行，好。哎呀，你看你，别动着啊！慢点，哎，大爷，好嘞，大爷，姑娘，喝。来。哎呀，再来，唱得很好，谁教你的？回大爷，是我阿娘教的。你阿娘人呢？我娘今年春天已经没了，我无钱与她安葬，只能将她的棺木寄存在庙里，等到挣够了银子再行下葬。哦，你阿娘她叫什么名字啊？那叫大姑。啊，大姑？还有人叫这样的名字？你年纪轻不晓得，这个大姑要放到10年前啊，那还了得！你这花上几百两银子啊，连面呢都未必能见一次。绝代佳人，可惜了。我说大哥，刚才我听说这个唱曲的姑娘啊，她娘叫大姑，10年前乃是此地的花魁，有钱人花几百两银子都不一定能见上一面呢。嘿，我可没钱，有钱也见不着了，人已经死了，今年春天的事。死了，跟我说得着吗？你真是来，现在棺材还停在庙里呢，无钱下葬，您不如发善心，给人家埋了。是呀，大爷。你说的对，听你的啊！既然如此，不如好事做到底，再给他追加一副挽联，如何？我不会写。多谢老爷仗义相助，祝阿娘下葬，祝大爷公侯万代，福寿无极。是。兄弟，我跟兄弟商量一下。哎呀，咱准备纸墨啊！好嘞，收走。咱们能不能先商量商量？我这，哎，你别打扰，我正在想转词。哎呀，咱们好不好回去想啊？回去想。您忘了之前您是怎么说的了？好，来，来，大姑，上联就写大抵浮生若梦，姑，下联就写姑且从此销魂。好，真好，哎。施舍棺木，题写挽联，这是泽及枯骨，积阴德的大好事啊！爷呀，您这肚子里这都是才华呀！肚子里东西都让你看出来了。哎呀，大哥，好字！嘿，这和你那副挽联也是绝配啊！只是有一点不太好啊。哪儿不好？还未落款呢。
落款我写什么呀？写你的名字呀。不行，你忘了我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了？一切听我的差遣啊！想要遣散军队要钱呢，钱你不想要了吗？我写你的名字行不行？我求求你了。要写我的名字，我何至于要带您来啊？只有落了这个款，写了您的名字，这个挽联它才值。你说值？当然值。你再说个理由。我一路来的时候跟很多军官聊过，他们这打了10几年仗，眼珠子通红，就等着闹事造反呢。我想他们要是攻进两江总督府啊，枪啊刀啊对着你，到那个时候，孔夫子、孟夫子能保得住你？你铁脖子也不好使。你闭嘴！哎，啊！啊！大跳板上岸，走了。这林，这啊，谢大人赐字。此处没有天理哦。哎，走。哎，总督和那个古大人昨去秦淮河了，白纸黑字，那是千真万确。诸位，吴兄，刘大人，你可别动！你干嘛去了？没干嘛呀，过来站班呢。他们说你昨晚跟两江总督逛秦淮河去了，真的假的？真的。你还有这个爱好？食色性也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事是真的呀？真的假不了。大人今日身体不爽，各位有什么事就写冰帖吧。另外，武先生跟我来一趟，大人点名要见你。啊，是。武大人。大人啊，你坑死我算了你！我今天已经说服我自己800回不杀你，你是不是诚心过来糟践我的啊？我本不想来的，是大人逼我来的。我算是瞎了心了。你怎么了？怎么了？你还问我？哎，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啊？我解释什么呀？解释。你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你说的那个钱呢？那大人饱读诗书，难道不知道这天下堂子里供奉的祖师爷是谁吗？那不是。诗书里头还写这个？书上还真写了，孔夫子这一生没夸过几个人，这其中就有齐国丞相管仲、管子。哎，别卖弄啊！说，当年齐国地辟人稀，管仲就搞了个女驴，这个女驴就是现在秦淮河这一套。结果呢，不出3年，临淄大成，摩肩接踵啊！我知道大人是理学大师，存天理，灭人欲。但这天下事，要是背了人欲，可成不了啊！秦淮河自古以来便是文人雅士流连忘返之地，所以我想请大人从库中拨出10万两银子来，一来呢是给秦淮河清淤，二来是无息放贷
给那些堂子，让堂子里的人多买些簪环首饰啊、衣料啊、美食茶点什么的，并迅速把这个消息给它放出去。那么天下商旅闻听之后就会接踵而至，来的人多了，做生意的多了，走动开了，那税不也就上来了吗？到时候大人还怕无钱可收啊？我说这叫什么话呀？哦，我拿着官府的银子，借给那些风月人家，这要是让言官知道了，揍上我几本，可怎么得了啊？那揍上几本，无非就是说您沉迷酒色，不比局面乱了要好多了。话是这么说呀，可这天下百官可都看着呢，我堂堂的一个理学大师，就这么胡来？哎，你把你肚子里那本账给我说清楚了啊！1分钱没赚来，这又要走10万两，不整。夫子也说了，食色性也，天下众生，无非饮食男女。我相信，只要秦淮风月重建起来，应该不出1年，这金陵城的元气应该就能慢慢恢复起来。哼，笑话！哎，这恢复元气靠他们？那不然呢？重修一下考场，印几本4书5经，就能恢复元气吗？大人呐，咱们一开始就说好了，要共同经营江南。既然如此，我们就要用做生意的眼光来看。生意嘛，无非是一出一进。大人若是真肯如此的话，那就是向天下人表明了你想恢复此地世俗生活的决心。先振兴市面，管饱了大家的肚子，投入虽少，得到甚多呀。10万两银子既有实效，同时又是个表态。大人，您说值不值？真的吗？哎呀，这话说回来啊，昨日跟大人一起逛那些堂子，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人的那些术语行话，什么时候能教教学生我？哎，行了行了，这话题以后不提了。行，这银子我批了啊！大人菩萨心肠。哎，既然如此，我想请大人再拨一笔款。哎，差不多够了吧？让人家说我到南京来当官，把这钱都用在秦淮河的生意上，这不丢死人呐！哪里，我说的再拨一笔款有2个用处：一，召集全国最好的刻书匠，重建书院，刻4库全书；二，今年重开科考，翻修贡院，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得要多少钱？还是10万两。哎呦，哎呀！哎，古大爷来了！哎呦，古大爷，福气呀！是你们这是？我贺年堂的呀，别碰，认得啊！你们今天那么大阵仗过来找我，先不用来，所谓何事啊？哟，我的爷，你怎么这档口子跟我们这么生分呢？好日子去我们那儿喝酒开怀畅饮，说那么多笑话，怎么到生分了？你别胡说啊！什么时候说那么多笑话了？你们说正事儿。古大爷，我们这次来啊，就一个事儿。这秦淮河啊，上上下下几百个姐妹推我们出来，给您好好磕一个头。要不是您还有大人来照顾我们生意，还给大姑写了挽联儿，你说我们这些人早就活活饿死了。是啊，阳江总督还给我们修葺房子啊，拨了银子啊。明天秦淮河就要开始清淤了。你说这不就是活菩萨吗？真是活菩我回去啊，就给您立一个生人牌位，跟管仲管大爷呀摆在一起。来，谢谢顾大爷，谢谢。你们快起来！哎呀，管仲就管仲，什么管大爷啊？好好说啊！还有啊，没有花菩萨，只有活菩萨。
行，您说的都对。我们呢，这口也磕完了，正话呀说完就走。知道您这刚刚新婚，我们在这儿是不是也不太方便呢？那又知道您是两袖清风，所以啊，我们给您家娘子还有老太太准备了一些胭脂，还有水红，还有一些布料，千万别推辞。你要是推辞啊，就是瞧不起我们。对，别紧张。我们秦淮河上下呀，160家堂子，姑娘们都说了，日夜给您留着后门。哪怕您不带1个银子，我们都养您终老。好了，多谢诸位，多谢诸位啊，赶紧请回吧。大家伙看看，这档口古代言没喝酒，面皮薄啊。这棉花素柳乃是常事儿。记得来我们贺年堂，来我们陶冶面。玉儿，绣花呢？你说你这舞刀弄枪的女人，怎么想起来绣花了？灶下给你留了饭。哦，我吃过了。哦，茶也给你泡好了。这么好。这个是什么呀？有人给你送了礼。哎，我不是说了吗？任何人送来的东西都不能收，你们怎么不听呢？娘让你把礼单念一遍。哦。水沉香，镂空雕万字福寿纹，手串是合。金镶碧玉桃形，步摇6枝。桃红碧玺，脚身纹手镯1对；金镶白玉长发簪1只；金镶春水绿翡翠桃形戒指1对；金枪不倒腕100粒。这堂子里的人送来的吧？这像话吗？我需要吃这些吗？我。哎，你先念完。春宫画，大小60幅，素女房中术1函。我算是解释不清了。玉儿，那个玉儿，玉儿，你别绣了，你跟我说说话，好不好？以后你要真天天跟那些官员们打交道，我只会舞刀弄棒、骑马射箭，岂不是太给你丢人了？你请个先生教我读书写字、绣花做饭，省得被你打发到山西去。谁跟你说的这些话？这不明显挑拨离间吗？谁说的？我找他去。你凶巴巴的干嘛呀？我说的，怎么了？以后你还是玩这些吧，跟我在一起，不用受这个罪。你要是真想读书写字，我教你。这天底下应该没有人比我教你教得更好了，对吧？我就说嘛，刚一进门，一个个见到我，就跟见着鬼似的。还对我笑眯眯的。拿着，我知道你心中有火，有火就发出来，你痛快了，我也痛快，咱们夫妻俩
不玩憋着的那一套。都说这些天，你天天去秦淮河嫖院，我还不信。你当然不应该信。去了吗？我去了1天。如果我跟你说我是去办公务的，你信不信？你信吗？都说这些天，你天天去秦淮河嫖院，我还不信。你当然不应该信。去了吗？我去了1天。如果我跟你说我是去办公务的，你信不信？你信吗？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复杂。是，一开始我也不信，可家里一下来了那么多堂子里的人，有个地缝我都恨不得钻进去。你让我们谁也不要理你。你懂我的，我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呐。他们说，你连续逛了10几家堂子。我没有啊。没有吗？5、6家吧。他们说你喝花酒喝得烂醉。我没有。没有吗？没有烂醉。他们说你还给那刚死的名妓写挽联儿。我没有。你没有吗？总督大人写的。你真是把娘气得够呛，说你不学好成禽兽了。什么话？这叫怎么就禽兽了？能不能听我好好解释？我说去办公务就是办公务，文武之道讲究的是有章有弛。再说了，大丈夫棉花素柳乃是常事。哎呀，你再说一遍，你跟谁学的？我是气糊涂了，妓院老鸨子说的。你是不是心里就这么想的？哎呀，没有。玉儿啊，我好像扭着腰了，你扶我一把。你想谋杀亲夫啊？你下死手啊你！我没使劲，摔没摔的？我看看。下来！你给我！好，你听我解释啊。南京现在这么慌，我得先把秦淮河搞起来，把客商给引过来，这都是手段呢。你怎么不说总督大人也去了呢？人家还是理学先生呢。别跟我怄气了。解释完了。解释完了。我有什么好解释的？我耍赖是不是？哥，娘让你们别吵架。老二，我这个房间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我这不救驾来了吗？娘怕你们打起来。什么打起来？你以为玉儿是你们呐？人家善解人意，我跟玉儿能闹什么误会啊？啊，我需要跟她解释吗？哪像你们呀，见缝就……你今天晚上睡外面，别让娘觉得我好说话。出去。今天没肉啊。古先生在吗？卑职。进来吧。卑职候补县令孙二给古先生请安。在家里就不要那么多礼节了，有没有吃过？一起吃。谢古先生爱护属下，卑职已经吃过了。卑职请古先生的事。这么大早上就有公务啊？总督大人说，昨天秦淮河送的礼物他已经知道了，不算受贿，请古大人安心的收着，有什么事儿他担着。哦，我说怎么昨天晚上我家里进来这么多人？原来那些礼物是要送到两江总督府的，啊，本来是这样的，可总督大人说，振兴秦淮河的事儿是古大人您的主意，论理他不能收。总督大人当真是心胸广阔，光风霁月。古先生是足智多谋，那个什么赛过诸葛亮。总督大人还特别说他是孔圣人的弟子，您是管仲、管圣人的弟子，您就安心收着。他那是整我。总督大人给大姑写的挽联都已经准备好了，还准备了一些礼物。今天请古先生代表两江总督府去一趟秦淮河。
对了，他就不方便去。卑职请古先生的事，咱们是坐船还是坐轿去？坐船嘛，坐船低调一些。是，那卑职在外面等着先生同去。好。娘，你还生我的气呢？你觉得你儿子是那种穿上官衣就去嫖院的人吗？还是说，你怕玉儿吃亏啊？哎，四爷，你我可是过命的交情啊，你不能不相信我。你就别带着廖师傅去练你的内功了，你坐下来听我聊聊吧。我是相信你。玉儿告诉我，昨天晚上你说大丈夫棉花素柳都是常事。我昨天晚上说了那么多大义凛然的话，你怎么就跟四爷说这么一句呢？还有这种话？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儿大不由娘。不是啊，娘，你说我听着。你虽然不是什么官，但我们现在住在两江总督的驿站，这些都是真。我不识几个字，但我毕竟活了这把岁数，总算是懂得了一点点的道理。你看看戏台上那些小妖精、小兵，翻跟头、竖蜻蜓，耍得热闹。可你再看看台上的皇帝、宰相、大将，哪一个翻跟头、竖蜻蜓的？这里边就是一个道理。你穿什么衣服，是什么身份，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连这点都拎不清，你莫不是不要脑袋了？是，娘教诲的是。我知道，你不是糊涂蛋，不会刚刚进了南京，你就喝酒嫖院。我不相信，玉儿也不相信。那些总督们让你干什么？他们相中你的是什么？无非是你没靠山，有才华，拿你当刀把子使。可他们是真正的高官，就算你帮他们把南京搞得繁华富丽，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句，他们作为高官，竟然喝酒嫖院，皇帝要是怪罪下来，他们要借一个脑袋去应付公事，你觉得他们借谁的脑袋更合适？那他们也太卑鄙了。侯爷，我就一句话，你娘的见识比你强多了。昨儿一宿，我跟四爷就没睡觉，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替你想脱身之计。我知道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把我们搭进去了，害得你娘忧心忡忡，这不都是你的罪过吗？是儿子考虑不周了，娘教诲的是。你这个人吧，又是事事往前冲，只进不退的性子，你把自己害了，到时候也把玉儿搭进去了，那我怎么舍得？还是娘，您想得深远。你呀，也不必过谦。这等妙计呀，天底下很少有人想得出来。不过这些事情啊，放在商道里可以，要放在官场上，那可太危险了。你呀，太过出头。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到时候杀头，流放抄家，那个日子真的来了，你后悔莫及。你们莫要再吓唬他了。去忙吧，砍头、流放、抄家，我都陪着你。你们若是管得他寸步难行，他天天在家里看着我绣花，我更受不了。他现在知道了就好了。诸位少礼，咱们一样一样的说啊。现在呢，有10几个国家的洋人行公文到两江，
一来呢是要求恢复他们的教堂，二来呢是要在这儿做买卖。自打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各国都要求平等经商，这是国家千年未有的大变呐。究竟该怎么做，也没人知道。哎，你们哪位做洋务有经验的，可以去谈一谈啊。大人，我愿意一试。哦，李公子，啊，你们家做过洋人的生意，哎，可是古先生也做过，不如你们俩一起把这事情接了，也好有个照应啊！啊，是啊，大的原则就是平等相待，不卑不亢。请大人指教。对洋人不可用天朝上国的那个腔调，妄自尊大。他们的那铁甲舰和火炮可不是摆设，哎，也不用一味的怕他们。合理的事情，该办就得办。至于做生意嘛，在两江地面上做生意，你们去做，就一句话，只许赢，不许输，给洋人立个规矩。不能让他们胡来。李乾，你是朝廷的候补道，传官音去。是。第二个是嘛，朝廷下了旨意，要恢复盐铁专卖。国家税赋大部分来自于盐政，所以得赶紧统算一下江南一地，这盐田有无地契。所有人是否还活着？有多少家盐铺？现在江南7省盐比米还贵，这是绝对不行的啊！除了他们2位，剩下的人赶紧下去分工，把各省各县的情况摸一下，别耽误了朝廷的差事。你现在住的那客栈里头呀，墙都是透明，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你知道吗？现在这老家伙要玩斗鸡，让咱俩先弄个你死我活，等咱俩都没劲儿，他更不可能把盐田吐出来。你有店铺，有地契，都是你真金白银买的，你怕什么？朝廷要跟我讲道理，我当然不怕呀。那问题是他不讲道理，那手里这东西跟一坨废纸有什么区别？看这个地方，实在太凶险了，你真的别往这里扎。你倒我愿意，他把我全家都弄来了，现在不进这个斗鸡场都不行。咱们得想个招，不能让那个老家伙把咱们给玩了。但愿你说的是真的吧？你看，这老东西够厉害的吧？咱们还没有进斗鸡笼呢，已经开始互生疑心了。对啊。According to the Nanjing Treaty， 根据《南京条约》和《望夏条约》的内容，我们认为在商业开放的格局下面，各国待遇应当平等。我们目前在商业问题上没有办法进一步深入，这对双方而言都是损失。尊使大人指的深入是哪个方面 ？What do you mean by going further? Okay, going further, but it means we have capability. 像蚕丝、纺织生意、茶叶生意、药材生意，我们有资格也应当被允许来到中国做独立投资。我们来做我们的纺织厂、银行和药铺。Is that right? 独立投资，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权限。此事可能需要你们到京师的总理衙门去，两江地面上目前没有人敢做主。我们有自己的纺织厂，就像江南，有很多缫丝厂。They have textile factories, and there are many furniture factories in Jiangnan as well. Okay,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all right? Bring it up.
let me introduce it today. This is my honor. 在这里啊，有幸向各位介绍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珍妮纺织机。它是英国兰开郡詹姆斯·哈格里维斯以他女儿命名的，它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开端。And this machine can have 它可以同时纺织80个纱锭，后来历经改造，现在以蒸汽为动力。Well, we have this kind of 300 factories working in Cape Town. 现在在开普敦有300家纺织工厂。It's a monster. 它并不是一台机器，这是一只怪兽。相信我，整个中国的产字都没有办法去喂饱它。由它纺织出来的布料高密度、廉价、优美。那是不是等这只怪兽进来，我们江南7省的丝工都不用吃饭了？Okay.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We need a lot of workers. And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他说他们可以过来当工人。我们还有药业、印刷业、制造业、冶金业，我们需要大量的工人。欺人太甚！你们这是商业谈判吗？自己说叫商业平等贸易自由，这算什么？把中国的厂子都搞垮，把中国人都买去做苦力吗？跟他们生气没用的。总督府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才把皮球踢给我们，我们就这么回去了。他们能有办法吗 ？Okay. And what's your final word after this negotiation? 还是请你们给一个最终的答复，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谈判了。我可以马上给他答复，但是我要确认一点：所谓机会均等，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商人到贵国去做生意也是完全被允许的呢 ？We have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Does that mean they also can do the business in your country as well? You are welcome in London and Washington, the African colonies. 他说欢迎你们去伦敦、华盛顿，包括他们所有在非洲的殖民地。机会是均等的，上帝永远会把钱给最贪婪的人。让他们少来这一套。这个不用翻译。我还想明确一点，他们想要经营的这些行业，若是在国内已经没有商机了呢？ For the industry you want to operate here. You are officials. You are not a business people, then. 他说你们是官员，不是商人。哦，你告诉他，在他面前的这2个人不是什么官员，是如假包换的大清商人。他们想要的丝绸业、药业、茶叶，在我们国内都已经没有再投资的空间了。就算江南可以网开一面，最终他们还是会无功而返。你们先走，来。给他们气得心口疼，你知道吗？他们这叫谈判吗？啊，这不就是例行通知我们吗？就好像有一个强盗跟我们说，可不可以拿点钱花，不就这么个道理吗？想不想给想打死他？哎，走走，回上，你搀着我。道光22年，废了13行，国门大开，8方争利，洋商身后就是炮舰，虎狼一般要分食我大清。这洋人的厂子要是一开，江南7省的这些职工可就都完蛋了，哼，都得上洋人的那个工厂里头去给人家当奴隶呀！哎，我们人口这么多，哪能都甘心给人家当奴隶呢？您之前看过这些照片吗？哎，我看没看过有什么用啊？这些话要是跟京城那些大人们说，他肯定得说你们只重视奇技淫巧，再说多了，帽子就没了。两江是两江，朝廷是朝廷。这么多年来，一点改变都没有。你说对了。朝廷这些大人们那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你看看江南这些总督们，有谁说这个呀？都是讲理学是最安全的。我是商人啊，最快的办法，我花钱把机器买回来，搬厂，
大不了我多花些钱请洋人的技师啊来教胆。哎，你这话别在我屋里说啊！还是得学人家的方法。要是有一天洋人不卖机器给我们了，那时候怎么办？越说越不像话了。这要是传到京城去，哎，那比我逛秦淮河还麻烦。报，急报，有灾情！快点，南通县令到了没有啊？啊，有多少灾民呢？还闹事了没有啊？古大人，重登兄，喂，你吓死我了！我以为进来个洋鬼子呢。我在印度找一个英国裁缝搞了这么一身，确实是敢穿着玩。刚才在外面，把路上人都吓坏了。你这刚从印度回来啊？啊，来进来，快进屋跟我说说你的见闻，我洗耳恭听。什么？你也要出去跟他们做生意？一言难尽。总之，现在的局势危在旦夕啊。老爷，京城4大亨的东家到了。4大亨，这是破天的字号啊！怎么着，老哥几个组团来的，事先也不说一声啊？来，请坐，请坐。李东家，拜您所赐，咱们4大亨离关门不远了。到时候我们4个闲人还要求您赏碗饭吃。昨天江南丝绸行来了一笔钱，就先存在那里不动了。干嘛不动啊？您不是最喜欢拿出去换英镑吗？直接存到祥和好了。我攒够了再存。哎，三哥，哎，来，你坐。您把现银都掉光了，这4大亨垮了，还有谁敢跟你做生意？你们红头胀脸的，就为了掉钱的事儿，啊？来，你先坐，先坐。各位，过去天下的权力在朝廷，那时候真的是躺着就把生意做了。可是这么多年仗打下来，你们以为权力还在朝廷吗？你们要是这么想，3年之内，所有人都得卷铺盖卷走人。我到那边一看，我们已经给洋人抄了后路了。哼，洋人，洋人在那大吉岭种了几10万亩的绿茶，树种是从我们这儿偷走的，我胆都惊碎了。他们那儿啊，也不讲究什么明钱，不讲究什么炒制，就把茶青晒干了，烘一下就行了。那还好啊。好什么好啊？你知不知道，洋人用热牛奶冲茶，还得加上糖，加上玫瑰花，喝得我一嘴酸溜溜的，不知道什么滋味。可是，人家印度茶廉价呀，大量的销售，洋人更买他们的账。但是依我看啊，还是得另想办法。这战争刚结束，洋人想把茶叶、丝绸、药品的生意都给占了。两江的官府啊，让我们在两江地面上和洋人打一场商战，说只许胜，不许败。什么叫只许胜，不许败？洋人现在在做的就是大量的收购，大量的压价。你知道吗？我今天在两江总督府翻账目册，他们洋人的代理把两湖两广、浙东浙西的蚕茧收了7、8成。知道7、8成是什么概念吗？这么多，他们玩的这么大，就是想要自己定价。要是将来茶叶、丝绸、药品都由他们洋人定价，那和大将军丢城奇耻又有什么分别？
所以我说危在旦夕，危在旦夕啊，这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你的意思是，朝廷危在旦夕？是整个国家危在旦夕。我不爱这个朝廷，但是我爱这个国家。每当我看到洋人那些杀之计、争气计，我都会心惊肉跳。他们洋人的一台杀之计抵上我们80个职工，效率是我们的10多倍。以蒸汽机为动力，可以全年无休、昼夜不停地开工。你也知道，洋人想要在中国开厂，成本是何其的廉价。将来我们的工人，要不然就在洋人的厂子里一辈子为奴，要不然就会爆发出一场更大的祸患。这还只是放之一项，其余的林林总总，我真的不敢多想。傅兄弟，你真是没有白在官场上混，一开口就是忧国忧民，让我惭愧了。之前在安徽种茶的时候，还跟茶商会的当家人窝里斗，那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很聪明。去到江宁，不出10日我就自惭形秽。法国人、英国人、葡萄牙人，他们举全国之力来和我们做生意，用的是最先进的技术、最精良的武器、最强硬的态度。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想把大清给吃空了。我们呢，还浑浑噩噩的不把人家当回事，天天我大清我大清，在那里目空一切。没有以后了，没有票号了，也没有李百万，大家还看不出来吗？人家现在是拿枪拿炮逼着你做生意啊，要么输要么赢，哪还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讲呢？江南一地现在元气还没恢复，洋人也多，将来是否能生存下来，就看在南方能否立住脚。我把两淮的盐业全部拿下，接下来就是把茶叶、丝绸、药材的专营专卖吃下来。到时候4大行还得给我支持啊！你们多投一点，将来就多分一点利。你们在家数钱不好吗？李东家，两淮的盐场，你拿下多少家了？142家。我一边悄悄地拿，一边还得防着两江的督府拆我的台。将来需要资金的调动，老哥几个还得继续支持。4大行支持可以，不过以盐场的利润，4大行将来至少要占到30%。大家都是无利不起早，我看这个事情可以。好啊。李兄，咱们只是商人，没有办法替朝廷做任何决定。但我想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联起手来救市，延缓洋人进我们大清的速度。至于其他事情，那就得交给更有能力的人去做。好，太好了，你决定动，咱们一起。哎，伯兄，我怎么觉得在你家里浑身不舒服啊？怎么觉得自己跟猴子似的？你们这是做什么呀？想看的话，进来大大方方的看。我们李兄这是刚从印度卖茶叶回来，是不是看着不习惯啊？我觉得很英俊啊。行，看吧。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稀罕啊？还有这么穿衣服的，我像一只长腿的鸡。是洋人的膝盖不会打弯，用棒子一吹就倒地上了。谁告诉你的，老爷子？你为什么头上顶一个痰盂呢？哎呀，好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啊！散了，我也想来一下。
散了。这样挺好意思。娘，你怎么也来了？哟，老太太，您来了，你有什么吩咐？他们都扎在门口啊，我没看见。我没事儿，你们聊。呀！驾！你是看海棠还是赛马呢？我就是越想越气。那老家伙现在把咱俩当3岁小孩，现在已经开始当众挑拨了。哎，我这么想，我刚才出去了，他肯定又在背后嘀咕。你没帮我问他为什么不帮我延场的事儿？我问了，他说你们家就是趁火打劫。趁火打劫？胡说！商人低价买高价卖，这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儿。我要天天跟他讲仁义，那我喝西北风去。咱们还是看看海棠吧，这事儿挺麻烦。哟，顾生，你先给我撂句话，我好安心。你说，我爹把两淮盐场这事儿交给我来办，这是我唯一从家里出来的机会，所以我想啊，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我都得赢，把这事儿办成。你能不能让我一让？谈不上让。我嘛也没做过盐场的生意，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不是3岁小孩子。他想把我们关在一个鸡笼里，但是我们呢不能任由他爽，是吧？那咱就这么说定了，修海棠的高度你让我一让。朝廷规定的标准是3丈3，我在这基础上再高1丈，多次靠。那我替南通的老百姓先谢谢你。属下古平原，属下江宁候补道李钦。进来吧。九帅，九帅，一到发军饷的时候，我就慌了。二位，这么有闲工夫啊？回九帅，两江总督让我们来南通修海棠，但如今南通实事九空，我们连人手都凑不齐，所以特地前来麻烦九帅，想借点人手。就是我们用您的兵啊，也不白用。实工、木工1天300钱。立功1天150钱，当天干活，当天结算啊，吃住都由工地供应。借兵，你们赶紧把他们带走，要多少有多少。这个好，哎，我正愁欠了兄弟们大半年的饷，他们下边天天闹哗变，想造九爷的反。你们能把他们带走？我8辈祖宗谢谢二位，请。总督大人不是这么说的，他说遇到人手问题就得找您啊。我现在着急拿钱，赶紧要把他们遣散，别在我这儿闹事儿。你们还敢要吗？不是，那您说这应该怎么办呀？这也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要是开工了之后，因为人手不够耽误了工期，那岂不是……着急了？别着急呀。老头派你们来找我，办法我自然有。我就说嘛，九帅一定是有妙计的。九帅啊，别耍我们了，赶紧说吧。巡抚衙门那儿押着5、6千破南京城的时候抓的老反贼，这些人管饭就行，钱都免谈。我给你们派2支队伍，在堤塘上看着他们干活。当然啊，军队的钱自然得你们付。
钱是狼山的好石头啊！顾先生你真行。既然修了嘛，就给它修好了，争取100年都别塌。哎，我还到西海棠那边看过，你亲大人那一点都不含糊。我跟他打了个赌，比比看谁修得快，谁修得好。哎，你知道吗？等咱这海棠修好了，两淮的盐场那就彻底的是安全无恙了。南通人他知道好歹，你说这米价这一平，这人这涨回来了。九帅，我挑了2000多斤重的老贼，全给你押过来了。这下人手够了吧？他们都这样了，怎么干活？配了2个火器，怕什么？一会儿把料卸了就是。这要是跑了一个，我可担不起责任。哈！他们有队有营，一个队跑1人，杀全队。1个营跑1队，杀全营，这光天化日的谁敢呢？开料，这，开料！大量话我说完了，丑话我也得说，死了的我不管，可真有人敢往外跑，你辛苦的就是通敌啊！不敢，九帅放心，你聪明。走！啊，顾先生，您说吧，怎么干？我这有些跌打大夫啊，你看他们受伤的先去治伤，没衣服穿的先去把衣服穿上，吃了饭以后下午开始干活吧。哎，不能真有人跑了吧？跑？跑得过枪子吗？哎，好，哎呀，哈哈！卑职亲赐两淮盐运使。哎呀，财神爷驾到，有失远迎。行客拜做客，这是规矩。请。哎，早就听说李百万捐了个两淮盐运使的职位，我一开始还不信。哎，江宁这个地方鬼比人多，上哪儿发财去？我这个两淮盐运使可不是来享福的。哦，倒要请教了。两淮盐业自古以来都是江南重要的税赋之处，卑职领了皇上的圣谕来整顿盐务，这难道不是题中应有之义吗？两淮哪儿还有盐业啊？贵公子拿来那么些盐田的地契，我看两淮盐场10有8、9都归了你李百万的手里了。我看你捐官这个钱亏了，两淮盐业反正都是你的私产嘛。我今天是穿着官衣来的，李百万3个字，总督大人就不要再提了。再说了，我来也是替总督大人解决难题来的。哟，我何难之有啊？您的难题还小啊！南京城像火药桶一样，曾香香的兵可不是朝廷的军队。这10年杀了多少人？哪个是良民？如果他们要是闹起事来，江南又得沦陷，朝廷的哪支军队能够降服得了他们？这是其一。其二，两淮的官员有多长时间没有拿到俸禄？这10年仗打下来，
乱发军功啊！总督大人门口站班的军官都是2品大员，他们要是闹起事来，这还得了？南通的海棠失修，南通下面7州县灾民无数，冲毁的道路、房屋无数，官、民、兵均不安。哼哼，大人还坐在这里稳稳当当的跟我说太平无事。我再说一遍，我来是替大人解忧来的，不是惹麻烦来的。哎呀，你看看，我什么时候说你上这儿来是找麻烦来的？哎，我这儿啊，确实是千疮百孔。哎，南通的海棠失修，贵公子勇挑千钧弹，已经去原地踏勘了，而且还要自家掏腰包修筑，给他报功的折子我都递上去了。你骗得了他，可骗不了我。他不是当官的，报功的折子、受赏，他什么都拿不到。总督大人可劲儿地消耗他的钱，目的就是想把我引出来。我来了。孔夫子说过：“与不能言者言，是为失言；与能言者不言，是为失人。”总督大人，您打算想犯哪条错呀？哎呀，你呀，李百万，还是李百万。好，咱们打开天窗说亮吧。两淮盐场的收入都归你李家，江南一带就没有活力。你好歹高抬贵手，给地方上留下一点。两淮的钱两淮用。总督大人，就不要从中作梗了。离开京师前，王爷交代过，只要你能保证这个地面3年太平无事，他会想办法把你弄到京师去享福。盐场的事情，不要再参与了。